老袁，博尔曼的那个法律与革命，那是我托人从哈佛带来的。我知道啊，我都没捂热，我就借给你了。对，你都这么久了，人家书呢，你到底还不还了？还了，啊？啥时候啊？我叫小马给寄过去了啊。那个书啊，寄了茶叶吗？不是啊，对啊。什么茶叶呀？还有一本书啊，蓝封皮的，烫金大字的，是不是寄丢了你？没有，只有茶叶。那书呢？你是不是？你说这，哎，你看这不在您这儿吗？你不是老袁，你你怎么还能明抢呢你？借用延期，借用延期。老程还没用完呢啊！晚几天。5盒茶叶啊，5盒茶叶吧，好吧？你这，哎，老远就听着你了，你是不是又欺负我们老程呢？瞎欺负我！你没听见吗？又讹我5盒茶叶。袁律师你好，我叫于高远。哦，我听过您的讲座，特别崇拜您。你好。袁律师你好。袁律师，我是53级的秦志高，是这次李湘案的辩护律师。很荣幸见到你。对，你看，行了，这我就都不用介绍了。你说这一屋人就没有人不知道你的？知道，必须知道。谁不知道袁一方先生是中国最知名的律师？我跟你讲，也是最失败的律师。是，不过人家打输的官司越多，哎，你还找他的人还越多，奇了怪了。不是老袁，你说这真话，你这么多年你打官司到底挣钱还是赔钱吗？什么赚钱赔钱？这月没赔，有一些盈余。哎，就等他这句话了。他赚的钱啊，足够买去南屿的火车票了。对，够。那袁律师会跟我们一起打这个官司？对，上面呢暂时还没有消息，就是咱不等吧，先搬请袁大律师出马。你这重量级也够了，够，绝对够。袁律师，我对这案子最熟悉，您需要随时找我就可以。哦，袁律师，这个案子我更熟悉，方方面面您都可以问我。好，秦律师，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行不行？行，太好了。好，林院长，有，来，我看看。哎呀，这气色不错嘛，啊，我听说在里边很受欢迎啊，是吗？林院长，谢谢您啊。我又没出什么力，你谢我什么呢？不过你放心，你的这点事儿嘛，是不会写到你的鉴定里的。这点小权利嘛，咱们还是有的。我得向您道个歉。干嘛要跟我道歉呢？我也是这2天才开始理解您的。其实之前很多事情，不是您不想做，是很多话您没办法说。行了，我呢没你说的那么委屈，我更不是什么两面派。你小子还不想吸取教训，还想继续以卵击石啊？不能以卵击石了。我也想过了，以卵击石没用。我这更像是精卫填海，换个方式继续下去，直到能帮李湘律师洗清冤屈，也直到咱们中国能早日建设起完备的法治。我真想给你个大耳刮子，我也想，哎呦，院长，我妈是您让找你回家来的吧？不光彩，保密啊！我明白。哎呀，你妈妈，这还真是一个好妈妈。妈，不多待2天了？你爸他离不开人，离不开人，不是嫌你唠叨的时候了。啊，等我这案子弄完，我请个假，回去看看你。攒了好些问题，想跟我爸聊聊。最高法来调函了，要我们去北京。回北京了？我爸高兴坏了吧？这辈子就想着能回北京，这回圆梦了。医生，那到时候跟你爸咱们北京见。北京见。
快吃啊！我没想到袁律师，您能亲自代理我的案子，我值了。为了我这么一个小案子，我谢谢袁律。袁律非常忙，为了您的事儿啊，推了手头很多大案子。妈，最近我推了哪些大案子了？你说出来。就说这些有的没的。于江律师啊，你这个案子也不是小案子，这个事儿如果我们不管的话，那以后我们怎么干活啊？你在替全国的律师在受苦，经受考验，我责无旁贷。但我不一定能打赢哦。那不管输赢，你这个经历都绝对有价值。袁律师，我的领导洪占胜主任跟我一块儿被抓的，有人代理他的案子吗？你放心，外面还有律师呢，律协的。我只是个先锋，前赴后继。代理洪主任的律师也是袁律亲自挑选的，都很有经验。是我挑选的，那是因为我要挑一些打官司胜率比我高的。你不能都压我一个人身上，我赔率太高。来吧，我们讨论一下案情。来，讨论来。好，在这儿听啊，那你找个地儿坐，时间挺长的。哎呀，现在检察院是顶在了前面，但是到最后啊，还得是我们来兜这个底，跑是跑不掉的。你们看看，谁来主审呢？哪位？老丁啊，我苏国胜啊。有，有什么指示吗？我听说从北京来了一个叫袁什么芳的，要帮着那个黑律师打官司啊。这个人可是名声在外，来势汹汹啊！这个情况你知道吗？啊，有这事儿吗？我没听说呀。他就住在你们法院的招待所，在你眼皮的底下。要不这样，我派人把他赶走。不用，你让他住啊！你开门迎客有什么好怕的？但是你要知道，破坏打击犯罪的恶势力在蠢蠢欲动，斗争的形势更严峻了。那检察院对这个叫袁什么芳的有准备吗？一个律师不足为虑啊，但是他所代表的动向和思潮是很重要的。所以说，你们法院和检察院这次一定要团结一致，坚决果断地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明白，请放心。上边可是说了，要坚决果断，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这就对了。张院长，咱们院里就属你这果断，你来主审呗。我，老丁啊，这就不太好吧？我又不是业务干部，我来主审，这有点开玩笑嘛。老张，啊，行，不勉强你们了，好吧？哎呀，既然大家都有畏难情绪，那就我来吧。这2天呢，我又仔细地读了一下这个检察院的起诉书和证据清单。我相信啊，他们也觉得这个起诉有点勉强，证据薄弱。所以呢，袁律，
我想问一下，既然检察院也觉得证据勉强，或者证据不足的话，那为什么还一定要诉呢？好问题。是啊，为什么一定要诉？啊？是有些人要跟我们律师过不去吗？还是跟那个洪战胜有私怨、有仇，或者是某些人这里有问题？别笑啊，别笑，我这不是嘲讽。我说的出了问题，是指在认识上和想法上、观念上出了问题。他们认为你们律师，啊，给犯人做辩护也就算，还给死刑犯做无罪辩护，得寸进尺了，不懂事儿了。这明明就是包庇，这也是犯罪。中国的律师制度刚刚恢复。大家对律师的价值、使命以及在法治中的作用缺乏统一的认识，这是不可避免的。您还挺替他们着想的，不可避免，情有可原嘛。那还怎么变啊？哎，你这也是个好问题。对呀，怎么变？我们律师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统一认识、统一想法。我们这次做这个无罪辩护，目的是什么？啊，谁来说说？为了保护李湘、洪战胜啊，保护律师制度，促进中国法治进步。很好，你接着说。还有扩大影响算吗？扩大您的影响，以后再有类似的官司，你一出马，他们不得想想啊？你这答案我得想想怎么回答。因为你这马屁拍得我挺舒服，但是我要算个屁呀！我以为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通过这次辩护普及观念，要让大家认识到，我们律师制度是中国法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律师不是检察院和法院的对立面和敌人，我们跟他们一起构成了中国法治的主体。这是个极好的机会呀，能把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的艰难处境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学。所以我建议，绝不妥协，书给你带回来。全胜。什么书？别说话了。不仅是无罪判决，我觉得还要要求检察院、法院方登报向红丽二位道歉，还他们清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我们这一次的辩护是成功的。我不同意。我们是律师，我们律师的职业道德要求我们，首先要把当事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对于2位当事人来说，他们现在最大的利益就是要尽早的恢复他们的人身自由。为此，如果对方愿意妥协，我们尊重；我们也必须要对检察院和法院尊重。我再次提醒大家啊，我们跟控方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我们要通过这个案子和大家一起明辨是非，要厘清在律师参与的刑事案件的辩护上罪与非罪的界限，来彰显我们律师制度在中国法治上的重要性，这才是最重要的。先别鼓掌，我觉得这甚至比案件本身的结果还重要。杨律师，门外有大批的记者，我们要不要把我们的想法传播出去？也许有利于庭审。我不同意，我很不喜欢用舆论向公诉方和法院施压。舆论是双刃剑，今天无私的声援，那明天很可能会变成无情的反噬。公众不一定代表公正。我宁要在程序正义下争取到法庭的公正。
这才是最有价值的和最令人信服的。我要当律师，我要当愿意发证的律师。哎呀，老丁啊，老丁，你说你这是何苦呢？嗯？院长，时间到了。没准儿啊，不管最后谁赢，输的肯定是我了。中国法治能赢就行。你说什么？我说，一定能赢。徐阳，哎，你别动，我拍个照片啊。1、2、3，停。我怎么感觉我正站在历史里啊？你俩，我感觉你感觉的没错。哎，几位同志，我是记者，关于律师案能采访2句吗？我们行啊，我们不接受采访，不接受吗？啊，就别采访我了。那不好意思啊，没关系，没事。哎，您能帮个忙吗？您说，帮我们5个人拍张合影行吗？哎，没问题啊。那是用我的还是用你们的？用这个吧。行，好，那更好。那就是以这个为背景是吧？行。好的。那稍微下来一点点。哎，好。好，那全身还是半身？都来吧，要不然好，来，1、2、3，笑，好嘞，再来一张，来喽，都笑了，好的，笑了，再来一张，对，1、2、3。南榆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由南榆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洪占胜、李湘包庇和泄露国家重要机密案，现在开庭。首先，宣读法庭纪律。现在宣读法庭纪律：一、所有人必须服从审判长的指挥；二、保持法庭严肃安静。不准喧哗、还是家里的事儿，他着急去打电话。随意走动或实施其他需经审判长许可。4、未经法庭许可，任何人不得录音、录像、摄影。5、旁听人员不得发言、提问，不得当庭议论。凶兆还是吉兆王？禁止吸烟，禁止随地吐痰。宣读完毕。庭审现在开始，带被告人。公诉人，被告人李湘在案犯犯罪事实清楚、犯罪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公开为案犯做无罪辩护，其用意就是要混淆视听，为案犯开脱，包庇案犯的犯罪行为。同时，被告人李湘在案件审理之前，就向案犯透露了公诉机关的起诉书内容，并透露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其行为构成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罪。被告人的行为呢，都是经过被告人洪占胜授意所进行的，所以被告人洪占胜同样构成上述2罪。两被告人的行为客观上起到了为罪犯开脱、引起社会混乱的严重后果。前2被告人到案后拒不认罪，态度极其恶劣，不存在从轻的情节。我方第1号证据为被告人的委托协议，要证明的事项为被告人李湘为已决犯乔志良的辩护人。辩护人有无异议？没有异议。
我方第2号证据为被告人李湘在已决犯乔治良一案上的辩护词，要证明的事项为被告人李湘无视公诉人提出的大量已决犯乔治良的犯罪事实，公开为他做无罪辩护。辩护人有无异议？没有异议。我方第3号证据为看守所执勤警察的证言，要证明的事项为被告人李湘在会见已决犯乔治良的时候，擅自向他透露了案情，并告诉乔治良，公诉方将建议判他死刑。辩护人有无异议？没有异议。都是铁证。被告辩护人，你方有无证据向法庭出示？有。我方的证据1是公诉方的证据1，证明我当事人接受了乔治良的委托，是乔治良的辩护律师。公诉人有无异议？无异议。继续。我方第2号证据是公诉方第2号证据，要证明的事项为我当事人忠实地履行了一个辩护人依法应该履行的职责，为自己的当事人尽力辩护。公诉人对证据无异议，对辩护人的说法有异议。辩护人，我方第3号证据为公诉人第3号证据，证明我方当事人在履行自己会见义务的时候，依法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公诉人对证据没有异议，对辩护人的说法有异议。辩护人，我方第4号证据为乔治良一案中公诉机关提审乔治良时的讯问笔录。公诉人，公诉人，没有异议。已决犯乔治良对被害人强奸致死，被告人李湘却罔顾事实，为他做无罪辩护，这不是包庇罪犯是什么？被告人是乔治良的辩护律师，通过对证据的审查，他认为乔治良的行为不构成犯罪。那么他应该为自己的当事人做一个什么样的辩护呢？和公诉人保持一致吗？如果这样，那他辩护的意义是什么？法庭还没有正式审理，被告人就把自己所掌握的公诉机关可能提出死刑建议的内情告诉了已决犯乔治良，这就是泄露国家机密。被告人在会见乔治良的时候，把他有可能面临的判决结果告诉他。请注意，是有可能面临啊，目的是为了说服乔治良配合审判，争取合法的权利，这有何不可？如果他们会见和讨论案情等于犯罪的话，那律师如何履行自己的责任？在我方第4号证据中，公诉机关提审乔治良的时候，也和乔治良分析了案情，提到过，如果态度不好，可能面临死刑。乔治良被羁押以后，依次见的是公安机关、公诉机关，最后才是辩护律师。那这是否意味着，首先泄密的是公诉机关？公诉机关讨论案情就是行使公务，辩护律师讨论案情就是泄密，法律依据何在？综上，公诉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应该得到依法严惩，期待法庭作出公正的判决。辩护人，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请问，法庭之上，被告人哪怕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是否仍具有合法权益？这些权益应不应该得到保护？刚才
公诉方出示的证据，我方均无异议，而且也列为了我方证据。为什么？因为这些证据不仅证明了被告人无罪，还证明了他作为一名律师，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法定职责，在法庭上给自己的当事人努力争取了合法权益。我们并不因此觉得他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律师，相反，我们认为他只是履行了一个律师最起码的法定职责。如果他不这么做，他就渎职了。辩护律师只有有罪但求轻判和无罪辩护两种选择。如果后者等同于包庇犯罪，那被告人只有一个下场：认罪伏法，哪怕是被冤枉的。这世界上没有冤案吗？公诉人从来没有犯过错。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如果有一天，在座的不幸成为被告人，怎么办？如果没有合理的制度设计来保障你最基本的合法权益，该如何求告？我们任何一个人，在国家机器面前，都是弱小的、无助的。律师李湘，因为为他人辩护而成为被告人，按公诉人的逻辑，那我应该也成为被告人啊。同样，如果有人站出来为我做无罪辩护的话，也一样成为被告人。可怕吗？荒谬吗？这样的逻辑链条，难道不是对法治最大的威胁吗？我们今天在这儿，不单是为李湘，不单是为了律师制度，更是为每个人辩护。能不能成功，我没把握，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今天因为辩护而坐到了被告席上，那一定会有人站出来为我做无罪辩护。如果他因为为我辩护也坐在了被告席上，同样也会有人站起来站出来，这个击鼓传花会鼓声不停，一直继续下去。但是总有一天它会停住，因为那时候中国已经走上了法治之路，每个人最基本的合法的权益得到应有的保障，甚至是更有力的保障。安静安静，注意法庭纪律。所以，我们对李湘律师的无罪判决很有信心。就这些，说完了。我决定了，我要当律师。又想好了？我又决定了。被告人，你有最后的陈述。本辩护人还有话说。
公诉人，你们真的认为本案被告人有罪吗？为什么起诉书和列举的证据如此简单？你们指控他犯下了2项重罪，破坏了严打斗争，罪行如此严重。我提醒你们，有罪判决不仅仅剥夺了人的自由，更重要的是剥夺了人的尊严。法之重器，我们一定要慎之又慎。虽然我们在法庭上的立场各不相同，但目的却应该是一致的，那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给大家带来安全感，遵纪守法的人可以没有恐惧地活着。请，不，恳求你们和我们一起为建设这样的社会一起努力。谢谢。安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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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法庭纪律。谁？刘律，您这就走了，不等宣判了？不等了。万一宣判我们赢了，我会在法庭上手舞足蹈的，这不太好。哎，岳律啊，以您的经验来看，没有当庭宣判，是不是说明他们也心虚啊？审慎乐观吧，我是个悲观的乐观学生。不管怎么说，听了一场辩论，我们收获都非常大。你们能有收获，我非常开心。不是我变得好，是赶上好时候了。现在国家领导人正在努力推进法治建设，当然，法治建设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你们正在见证历史，啊，将来可以跟自己的儿孙吹牛了。严律师，您是说我们见证历史吗？当然，这法治进程的推进，那不是一个人的事儿。袁律师，袁律师。袁律师，辛律师，哎呦，辛律师，您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律师，您在法庭上的表现非常了不起，跟您合作非常愉快，希望我们还能有机会再合作。我也是为这个事儿来的，我要跟您回北京，跟您长期合作。我想好了，去北京跟您干，工资多少无所谓，只要有口饭吃，不管饭也可以。这次啊，我经历出了考验。您也说我是一名优秀的律师。袁律啊，那个车快到，有点来不及了。是那个秦律，我会考虑的。我现在要赶时间。袁律师，车票买好了3张，我跟你一起去沈城，咱们车上聊啊。
同学们，不用送了啊，再见再见，走走走走，走。哎，秦律，这事儿袁律一人也说了不算，别碰我。对不起，袁律师，不是冲您的，我能吃苦，我什么都能干，打杂、整理文件、跑腿都可以。不是那个。打人是违法的，打人违法。赶紧走吧。往哪边走啊？这边。秦老师，秦老师。秦志刚，你分配到哪儿去了？省检察院。祝贺你。那么，我们就要分别了。记得等我。等你1年后毕业，能不能也分回省城去？不知道，听从组织安排吧。你是不是也希望我分配回去？是，我希望和你一起工作，一直工作下去。我得回去了，记着写信给我。好，19楼108，赵秀兰收。秦志刚，等我毕业，再见。那后来你等到他毕业了吗？其实啊，那时候我已经有老婆了。啊？就是那天在招待所门口看到的那个。啊，我知道，我知道。那你后来还见过赵秀兰吗？没有，不敢见，没脸见了。只要一提，我老婆就不高兴了。检察院怕他总是去闹，影响不好，干脆就把我退回了老家。我没有办法，只能在镇里的中学里教书。那你们就一直这么过着吗？我活该，算报应。他有那么恨你吗？恨我？我下放的时候，是他寸步不离地陪着我。我快死的时候，是他拖着我走了10几里路去看大夫。我救命！救命！不行，不行，真不行的，医院有规定了，医院有规定的，不行的，不行的，医院有规定。等，求求你，先给药，先救命行吗？求求大夫，求求大夫，求求大夫！为了给我治病，就为了2000块钱彩礼，他逼着女儿去嫁人。后来，我恢复了工作，进了顾问处，我就把他也带到县里。他没有工作，每天在路口卖花生，补贴家用。每天早上4点起床，手上的皮都脱了，他也舍不得戴一副劳保手套。8岁。咋的？来，告诉你，破袜子，没死鬼！你说他是恨我，还是疼我？
也说不清楚。也许他就是离不开你，到最后抱着一起死，尘归尘，土归土。我唯一放心不下，对不起的是我们家小儿。所以你女儿跟你们的关系一直不好。她有理由恨我们吧？那你找过她吗？找了也没用。医生，这事儿我只跟你一个人说过，你要是我可就……放心，我肯定不说，放心吧。医生，这一次是我最后一次能够重新开始人生的机会，没了。我没有遗憾，我回到了母校，看到了19楼108，还堂堂正正地做了一回真正的律师。这20多年，我第一次停止了摇杆，死而无憾了。岳仲，谢谢你救了我的命。还算好吧，领导，反正也没判嘛，那就由我们法院再开一次庭，判决无罪，当庭释放啊。不是他们破坏严呐，就算构不成犯罪，那也不等于说我们抓错了人吧，对吧？哎呀，这个可不太好办了。老爹妈，你非得把我们的脸面丢到地上不可吗？不是，之前丁院长提出一个想法，叫免于起诉。不是免于起诉，那跟无罪释放有什么区别？无罪释放是我们把人抓错了，免于起诉是人没有抓错，但因为他的罪行轻微，我们就不予追究。这个法子嘛，没审之前兴许还可以，可是现在领导文件都下来了，恐怕行了，那就这样吧，免于起诉，是吧？放人吧。啊，放！好，这，那我就先走了啊！老弟，好。同志，这是去哪儿啊？手铐也不用戴吗？走你就行了，别管。哎，洪主任，知道啥事儿不？不知道，估计是好事。真的？哎，那天审理的时候，评察先审你啊，老子是主任，还把村长不当干部了。坐吧。洪战胜、李湘，检察院对你们的案件进行了重新审查，经审查认为，你们的犯罪情节显著轻微，认罪态度较好。
你们自由了，现在就可以回去了。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可以回家了，是吧？是的。同志，你看我跟你说，主任，等会儿，主任，同志，您刚刚是说我们俩犯罪情节显著轻微，所以对我们做出了不予追究的决定，是吧？是的。那我不出去了。干什么你这就这样回去了？我法上意思。主任，不予追究是说我们俩构成了犯罪，只是情节较轻，检察院宽大为怀，决定不追究我们了。洪振胜、李湘，我们对你们的案件再三研究，慎重地做出了不予追究的决定，这是你们恢复自由的机会，所以说希望你们珍惜。检察院同志，我不需要，我无罪，不接受这份决定，送我回去吧。李湘，干什么？你是个律师，怎么这么不严谨？送我们俩回去。法来他妈了！中央工作小组来了以后就这么说，是他们自己不愿意出去。好好蹲着吧。哎，丁院长，我来，您别站手，别站手，让我来。哎呦，哎呀，年岁大了，猛地起来头还有点晕。就是幸好到工作组来了，我们会更被动的。不是，现在这都是怎么了？当年我也被关了5、6年，我也是被冤枉的呀。也，哈哈，哎呀，领导也被冤枉过。你用不着跟我抠字眼儿。我的意思是说，组织上找我谈话以后，把我放了出去，可是我一句怨言都没有。娘打孩子嘛，当然有打错的时候，但是那必定是我的娘啊。领导，娘打孩子那是您的理解，我们的理解嘛，共产党人就应该实事求是，知错就改。哦，对不起，我不太舒服，先走了啊。你们谈。哎，我头有点不舒服，我先回去了啊，老丁。不是你们什么意思？啊？有问题有意见你们就提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20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洪战胜、李湘无罪。经过3年严打，全国治安大幅改善，安定民心，稳固改革开放环境，成果依托党的领导、群众和政法机关合力取得。但是，由于时代局限，严打追求办案速度而弱化程序公正，法律适用模糊，量刑标准单一，人权法治保障不足。此后，我国吸取教训，严格落实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的司法原则，完善死刑复核、辩护等制度，废除流氓罪、游街示众与劳教，推动刑事治理全面法治化转型。喂，我苏国胜啊，我犯了重大的错误。你这是典型的官僚主义作风，共产党人当以实事求是为准则，党中央高度重视法治建设，你的行为已经严重违纪，必须接受处分。我会尽快的交接我所有的工作，尽早的到学习班报到。慢点吃，没人跟你抢。怎么了？哎，我以为你爸呢。你看，我怕你爸突然回来。你为什么总这么怕他呀？你见着他心虚吗？
没，我是有点本能的怵他。好不好吃？能吃不问吗？太香了。那还有好多呢，你们5个路上吃也都够了。这是给你的，你自己留着吃，别让他们看见了。你咋的了你？没咋。没咋的吗？没有。英蕊，我跟你说实话啊，我这人比较务实，不爱说大话。你有看我实际行动吗？你能有啥实际行动啊？你知不知道我生活过得多苦？我妈做饭老难吃了，因为惨绝人寰，你知道吗？所以从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就发誓，以后无论有什么招，我把你领回家。你不是谁让你领回家了？我答应了吗？我去你家也行，我就有点怕你爸，但我能去。不是你去我家，你教教我妈怎么做饭。那你快点回来。讲的我都不想走了。哎，赵大宝啊，人呢，不要去够自己够不着的东西啊！我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说就对了。什么时候决定的？其实想了很久了。苏书记调走了，张院长也调走了，咱们法院要重新调整人员结构，还要重视一些年轻的骨干人员。本来我是不打算让你再做行政，改做业务。谢谢院长。其实我申请去进修，就是想从事法律相关的工作，我想当审判员。但我想退而结网，从长计议，再搏一把。在我这儿跟着我就不能得了，就不是从长计议了。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的。走吧，走吧。我早都想到了，这几个大学生一来呀，肯定会动摇我的军心的。谢谢院长，我一定会回来的。你看这不挺好的吗？你不用太担心啦。大夫说，你爸算幸运的，现在说话虽然是有点半算，但是表达意思没什么问题。我觉得挺好的，说话少，我还省心呢。我们现在每周都到医院去做康复呢。妈，您不是跟我说我爸就是轻微中风吗？这都这样了，哪轻微啊？没出息。谁没出息？听说要回北京，就高兴，乐极生悲。你别胡说八道了，你听他瞎说呢。杜小辉他爸给他安排了1个半月的加班，这
这再加上一中毕业以后，你准备到哪里去？我不打算出国留学了，我想留在基层。我有个同学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道理。他说要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我实习这段时间也见了很多事儿，我觉得我应该留在基层。什么？不去留学了？这是你自己的决定吗？是我自己的想法，李老师。我知道您帮我争取这个名额不容易，我知道你想栽培我。对不起，让你失望了。我失望什么？我高兴得很。高兴？你小子跟我实在是太像了。拿主意的时候憋着不说，一旦拿定主意，几头牛都拉不回来。我跟系里也说明了，我想去滨江。来，别说，坐吧。经过1年的实习，长大了，也成熟了。一个人的自我认知和人生方向本来就是动态，不断的修正，不断的校准。作为一个优秀的法律人，就要有丰富的实操经验和准确的现实感，这些是在学校甚至国外修炼不出来的。不要为出国的事担心了，名额浪费不了的。谢谢周老师。Dank。Bitte。袁律出差前呢，再三向我们叮嘱过啊，来我们大防所没问题。但你真的决定了吗？我和袁律都谈过了，我就想当律师。哎呀，我是小陆，那以后就同事了啊。抢红照。喝水。哎，喝水。这我知道啊，但你确定是要来我们大防所当律师吗？我怎么感觉您这话里有话呢？直说吧啊，在我们这儿啊不挣钱，你也知道袁律的风格。明白，屡败屡战是吧？屡败屡战没什么，要命的是他打官司不收钱。你看您片面了不是？有时候对于律师来说，影响力也值钱呢。这是更要命的，他的影响力不但不挣钱，还往里搭钱。很多社会性的官司慕名找他，啊，胜率低，当事人还不付费。没事儿，他归他的，你别耽误咱们利用他影响力挣钱不就完了吗？怪不得啊，袁律说你是他见过的最乐观的人。这几乎是我唯一优点了。那主要是咱们也不挣钱啊，他经常要求全律所的人跟着他一起干啊，这有点要命了。那你还跟他一起干呢？我已经辞职了，今天是最后一天。所以你确定还要来这儿吗？哎呀，谢谢张律啊，那我就仅代表大防所热烈欢送您。以后我坐这儿呗，以后我就坐这儿，没事吧？打一个，往上，好球！怎么那么高兴？为什么不告诉我？告诉你什么？我都在胡老师那儿看见你分配结果了。
法院还是检察院？法院，咱俩一起。你是不是故意不告诉我？咱俩一起什么意思？你不是去滨江吗？是去滨江啊。滨江是中级人民法院。确定吗，滨江？老于，别聊了，人家都反超了。老于，滨江是吧？老于，多少斤啊？胡老师，我能跟您说两句吗？那天师母打扰您吃饭了。出去说。你们先吃。高原啊，这是戏里的安排。胡老师，您是年级主任，系里做决定要征求您的意见吗？你这什么意思？你说我没给你使劲儿呗？没这个意思，我只是弄不明白。我学生会主席，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您也说过，希望我进最高法最高级。高原，滨江从前年才从县升到地级市，需要大量的法律人才，也是渴望我们的支援。系里把你分配过去，恰恰是因为你的优秀。你是班干部，应该起带头作用。因为我优秀，是因为把我分过去，你们更好做工作吧？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咱们就别聊了啊！是不是南岳的鉴定报告？丁院长一直对我有意见。我老实告诉你，你们的鉴定报告评价都非常好。那是谁走了关系把我顶了？胡老师，您跟我说一声是谁？高远，你不能这样，你这是偏激，你懂吗？以后会害了你自己。这是系里的决定，你必须接受。谢谢胡老师。优秀学生干部品学兼优，所以要把你分配到一个地级市。这就是个笑话。你怎么能这么说呢？那地级市怎么了呀？陈一仲还主动要求去滨江呢。主动要求很了不起吗，夏英姐？陈一仲厉害就厉害在这儿啊！去德国留学的机会说不要就不要了，想去滨江就去滨江，多自由，太潇洒了。我也想这样，我可以吗？我被分配到滨江，我被埋在那儿，谁给我拉出来呢？人陈一仲呢？啊，有背景，两老先生都喜欢他，实习1年2年，最多3年吧。想调回北京就北京，我可以吗？你可以吗？你别这么看着我，你是不是对我挺失望的？我对我自己也挺失望，你早点看清最好。我是挺失望的，但是我对我自己失望。其实我早就应该看清你的志向。看清我什么志向？夏英姐，你看清我什么志向？我太天真了。我说我想留北京，你说你要留滨江，你了解我的志向，我暗示过你很多次，你从来没有搭理过我吧？对吧？陈一中现在陪你去滨江了，高兴吗？不是我说啊，上次你帮他牵线组织和这个最高检交流，那就不合适。
你这是误导了他的期待。那你一早鼓励陈一中留学，你不偏心眼儿？小这说是于高远，你扯出陈一中。不是你于高远，你比陈一中差哪儿？我也没说他们俩差谁啊。又吵又吵，行了啊，都优秀都优秀。你看看人家这觉悟，瞧你们俩老是争的呀，你们就不怕那偏疼的果子不上色？就这于高远，我就觉得，怎么说呢？这例会呀、夏英杰呀，他都挺喜欢他。行了，你别说了，这么话题一到你这就庸俗化了。怎么就庸俗化了呀？怎么喜欢上也来了？这说工作的事儿呢。我这叫明察秋毫。老程，接着批斗他。哎呀，我跟你讲，就这个陈一中啊，他就是太理想化了，认死理儿。他呢就不适合去地方，他应该走学术道路，将来可能会比你我强。但是这个于高远啊，也是个好材料。他的未来上限会，哎呀，非常高。那你还让他去滨江？那我是为他好啊。你国家现在什么正需要人才，你就像这样的好苗子啊，你让他去打杂跑腿再耽误几年，这你不可惜了？你呢？你说，几年前人家司法部重建。人想调你回去主持工作，你一口给人回绝了。你现在遗憾吗？有什么可遗憾？你看，庙堂之高，高不过我3尺讲台。哎，跟你这个老家伙争论法理法条一辈子，我是习惯了。可这个于高远跟咱们不一样啊，他只要是心思不乱，就是以他的本事上面，迟早就把他当典型就调回来了。我就怕他。他找你谈过吗？他，没这个胆量。我跟你讲，这也就是我最瞧不上他的地方。发什么呆呢？他就是个鱼脸索黑儿，死心吧你！不就想想滨江了吗？去！你先把手放下来，于高远。也不行，我还不能杀回去，我必须得杀回去。你放开，咱们，我扶着你走行不行啊？扶着你走，你慢点儿，我扶着你。哎呦！不，我真的挺难受的。哎，于高远，真挺难受的。因为我跟你说话真挺高兴的。好，我知道了，你这个。我真的很难受。我跟你说话，我真挺高兴。我知道，我还是扶着你吧，好不好？我扶着你。哎呦！不，我真的。好了，松开于高远。你哭了？没有。哎，其实胡老师今天中午就通知我了，最高检的名额给我了。我一见你，我就想跟你说这个事儿来着，但是我怕你。什么？什么？最高检的名额给我了。你别这样。不跟他。你听我说，哎呀。
哎，丽慧，听说你得最高检了，可以啊，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照顾啊？英姐。有水吗？谢谢。哇！几号来家？喝忘了？嗯。昨儿跟丽慧吃顿饭，是吧？前天吃的。谢谢。张丽慧这2天一直往这跑，过来看你，给你送饭。这是今天送的，昨天那粥都酸了，我给倒了。挺关心同学。那你对人家是认真的吗？什么认不认真的？你自己干什么你忘了？可多了不记得。该记得什么吗？张丽慧分到最高检了，咱班唯一一个。我知道。因为家里就剩自己一个人，心里帮助他，我支持，双手支持。你想说什么？你看你这不是记得吗？既然你知道张丽慧是孤儿，比较敏感，容易多想，那你就更应该对你的行为负责任。我负什么责？你就别跟我装了吧。我跟你装什么了？你是不是特希望我跟张丽慧好？给你跟夏英姐留空间。你说我是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来看我笑话的这个？我是留不了北京了。我家条件差，机会少，不像你们想去哪儿去哪儿。以后我要是想回北京，我得靠自己，我没有空想别的。还有张丽慧、夏英杰，我们只是普通同学的关系，以前是，未来也是，和你也是。至于这件事情，张丽慧怎么想，那是她的事情，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听明白了吗？这一拳踢张丽慧怎么的？你应该对人家负责任。村长，饭好了吗？马上。这香菜怎么还现切呀？得现切，那要来钱要放汤里，那就泡孬了，不香了，就得现撒，现撒才香呢。看着不错呀。香。谢谢啊，孙头。兄弟，王有喜他媳妇儿那婆娘还在我这儿闹事呢，我都懒得搭理他。咱兄弟啊，好好处，
好，兄弟们，开饭了，开饭了啊！吃饭喽！慢点啊！好嘞，有空来啊！好嘞，老板，喝水啊！哎，老板，哎，好嘞，哎，吃好了哈。挺好吃的。慢点啊！好嘞，慢点走，好吃再来。好嘞。哎，老板娘，这里来点。来了。胖子，还有油条。嫂子，你看那个骚人。大来哥哥，给我讲这本话书吧。等等啊，程程，你给我回来！回来！快点！这，行，你坐下去。老板，哎，结账。好。多少钱？ 8毛。哎，老板，哎，这有什么呀？哎，进来坐，进来坐。你想吃什么都有。慢点啊，好吃再来。去这家吧，去这家吧，走。哎，屋里坐。不是，这里边什么坐？我先收拾一下啊。哎，你先进来坐一下。一人凳子啊。你看我们这块有小笼包，还有米线，我先擦一下啊。您慢慢看啊，我马上就过来。稍等啊。 干啥呀？不人命的嫂子！哎呀，嫂子！老孙，你老婆。师傅，王小喜这个案子，我刚看完，哦，太恶劣了，当街猥亵妇女，还当着人丈夫和儿子的面，这要不办他还得了？